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吴思琪。以下政府都讲，会做到清零碳排一个目标，只不过要做到一个目标，大家以下什么睇态度也向政策的路向发展的6天，6天大家都伫有动当中的强烈的能源动力嘅发展当中，其中呢，热头能讲天热风发电的方式啦，一步嘅韩国也按多年来。陆陆续续都受到大家嘅关心同注意，主要就係現在呢，要開發熱頭能發電廠一個實時嘅時間，可能會產生到嘅議論。也當中嘅議論，無論係睇日本呢、睇全球方、睇愛山呢，也睇人嘅生活嘅場面，都有可能會發生。故所講，今日嘅村民大會帶定鄉親，再過來了解，睇發展熱頭能鋼鐵、綠天熱風、後衛能源嘅時間。遇到嘅哪一啲嘅問題，大家有哪啲嘅意見我提出來，馬上為大家收集今日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們先收集係中華煙環保聯盟嘅總幹事施月英總幹事。觀眾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歡迎。下來我們收集係台灣少數保育協會嘅氣體保育專員陳其忠，你好。鄉親大家好。歡迎。下來我們收集係熱頭能鋼鐵產業運輸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蔡家進理事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理事長。下來我們收集係鋼鐵業者黃文偉總經理，大家好，歡迎總經理。下來我收集係上下游嘅記者林基勇先生，大家好。歡迎哦。其實人講到熱頭能嘅發電啊，大家都知。發電嘅時間，大家都得享受一個用電，只不過呢，喺一個開發嘅過程當中，其實遇到嘅當道嘅難題，無論係對業者也好，也係對人哋土地也好，對人哋民眾也好，都產生嘅當道嘅議論。有哪啲嘅問題呢？我先嚟看影片。反對設置太陽能板。反對設置太陽能板。呢係一場鋼鐵發電同居民生活效率相衝突嘅情況事件。事情係因為農田水利處、屏東管理處同竹田水利總排主本鋼鐵公司設置太陽能板。經過溝通，主管機關會函指出，業者都冇同地方達成共識之前，順利入場施作。事情經過一段時間，留到2天地方反彈還係當激烈。這個都是他的提前的護岸工程已經先做了啦。那事實上，我們在講護岸工程理論上來講，你的強度跟各方面應該是要有一個強度的設計限制。類似，像這個也都是補的啊，這一段就最清楚的補的啊。地方居民無按不滿，主要係因為農田水利處、屏東管理處同長時項當場無先做好採體溝通，就本鋼鐵業者進行前期施工，所以就算基建侵犯設施，居民還係當欠。我唔是反對光電啊，你能是蓋好啦，我無反對啦，只是講要做你對的所在啦，做在一個對的地方，不要妨害到我們農作物這個生態啦，還有一些這個環境的污染。有都有嘛，一切都係講嘅，冇講嘅，冇講係要乜嘅啫，冇講要乜嘅厲害嘛。鋼鐵我哋影響我哋家庭生活，影響我哋農作物，我哋攞本做咯。做冇先導演講嚇，冇完全都冇講啊。應該是跟我們當地的地主居民先溝通完之後，沒問題了，我再來發包施工。但是在程序上，我現在發現他們的標準好像是我先發包了，然後把這個溝通的責任放到給廠商去。鋼鐵發電引發嘅爭議接聽到，就像之前有媒體報道，屏東縣內部鄉嘅路邊農場有意思來改造太陽能電廠，雖然農業部基建改擺重新。好嘅農地就係愛農地農用，唔愛同意變做鋼鐵廠。不過地方人士還要提倡能源發電同環境保護嘅政策愛特別生意。現在用太陽能板以後，變成一個落雨嘅水，絕對一下話都會標為一個山就好了。嗰時候變成啊路邊也好，中南也好，一個部落吼嘅乜嘅人，可能有冇到同時呢？一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咧一出來，成塊一出嚟上下課，咪有一啲佢太困難。清零碳排係國際趨勢，亦係台灣嘅國家能源轉型靠天目標。
另外，再生能源係台灣未來能源發展嘅重點，鋼鐵更加係再生能源嘅主力。不過面對發展同環境生活嘅限制，係應該投入喺有一百個衝突缺點當中，學習共學好、共用、共存。一下做二頭人講天板啊，就像人講嘅鄰避設施用嘅，所以見我做就會有地方嘅居民嘅空間同意見，也當中所內遇到嘅乜嘅問題，先來看到做乜嘅我哋傳統也嘅二頭人講天，人講嘅綠天嘅發展，主要就係講也好進一步大談韓國允許嘅社會環境，故所講天窗呢對人嘅能源、韓國土地利用、都市發展也等等呢都要好好嚟思考。就喺亞思考嘅過程當中，就開始嚟問講，傳統亞嘅青年碳排亞件事情，做得對再生能源嚟做意思。再生能源呢，其實政府有定立一個目標，到為2025年嘅時間，其實嘅發電量啊，我睇到20幾吉瓦，就係睇二頭能源部分，希望講用強烈嘅能源，對一步一步嘅做到亞嘅目標。我做到亞嘅目標嘅時間，其實人看到哦，再生能源嘅比例，我睇到60%到70%，也係到2050年嘅時間，一項規劃一項目標，會對台灣呢，無論係社會也好，人哋環境也好，付出幾多嘅代價，用幾多嘅時間來達到一件事情，其實係帶定大家好好嚟注意嘅。唔過就現在情形來看，係講呢，台灣我傳統各項再生能源嘅目標，先來看到今年嘅重點標題二頭人講天嘅發展。二頭人講天其實呢，對2015年嘅時間，全台灣呢總之用量漲1.5吉瓦天，唔過呢當年嘅成長，愛到2025年呢20吉瓦，也就係講呢，也對台灣使用二頭人講天發電是個土地也好，是一個空間也好，愛見來見到。故所講愛做到一件事情，就像家樣片都可看到嘅，接上會有人反對，就先來強調睇地方方，家頭會觀察有哪度，我先講下。是種暗示哦，你也都睇種花鴉片，遇到問題係睇工業區、韓國農地，還有甚至係睇不能也都多種二頭人講天板係。對，我們彰化就是一個農業大縣哈，然後也是一個全台灣目前工業區的佔地面積是全台灣第2個，那不只是農業大縣，也是工業大縣。那我們現在自己看到，我們現在彰化出現的一些問題，包括蓋光電的，不只是在農地上面。那我們也看到說蓋光電在鋪設上面，我們現在看到的哈，就是應該是在屋頂上面先大量來鋪設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非常不足。例如彰濱工業區有1-2千公頃的土地，但其實現在的工業地工廠上面蓋的面積是非常不足，那都把這些蓋光電的部分跑到農地上面，甚至跑到潮間帶上面，那這是我們覺得很不好的事情。那我們應該優先來把這些光電蓋在工廠上面，因為很多工廠就直接需要綠電，為什麼不要直接工廠？那這麼龐大的工業地應該優先來使用。那彰化又是個農業大縣，很多養雞場、養豬場、養牛場都有很多畜舍，光電板也可以鋪在上面，但是這個地方我們看到這個量還是很不夠的。那甚至我們也看到在大概2015年的時候，農委會有推出所謂的不利耕種區。不利耕種區的部分在彰化大概有80幾公頃，到現在開發不到一半。但是我們看到很奇怪，不利耕種區已經有規劃出來了，但是進駐率很差。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這個還沒用完，但有一個就是還要開發大概300-400公頃的所謂的低地利的農地上面，這個低地利我們都覺得很有問題，就是這個是生產非常高優質的地瓜，產量又非常豐富。那時候我們看到了，當然不止彰化除了這些問題，我們也看到在漁塭區裡頭，尤其是國有地上面，漁塭是早就有，比較早就有了。對，就例如國有地部分，我們就看到也看到一些問題，就國有地，因為彰化有很多的國有地，那有國有地在漁塭區上面，本來在好好的養殖的，因為政府要釋放土地，國有地的這些養殖業者是養豬業者，甚至農民都要被優先的被淘汰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民眾都覺得沒辦法接受，尤其是國有地大量的被釋出來。這是我們看到的狀況啦。當然，土地的議題不會只有這麼多，因為光電議題我們在彰化以今年的在上個月來看，我們彰化的開發面積應該是已經超過1500公頃了，超過1500公頃，超過1500公頃，因為裝置容量已經超過1400多 megawatt， 對，所以這種裝置量已經很大很大，是目前佔台灣第2大的一個位置。也就是說，大
大举的光电板。已经落去种花嘅，不过安尼嘅情形，相对来讲，睇种花平庸蔬菜，可能过去那就系光天板，也就人讲嘅，呢土地已经唔系完整嘅，尤其睇农地系讲破碎化嘅时节，对大家港中来讲，土地利用来讲，会有乜影响冇？安尼嘅情形，看到睇苗栗上嗰嚟讲，喺爱山嘅。人工嘅山上，安尼蔬菜要做光天板的时间，我会读到那一种情形哦。我请教一下其中，同你讲下。我们苗栗大概有85%都是山坡地，然后大概都是保安林地或者是农牧用地。那在我们这边发生的主要争议，近年来的抗争，当然有我们因为石虎保育协会会切割那个野生动物的栖地，会砍掉树木，然后让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这个是有过抗议。然后大概在2020年关门完了以后，过1-2年，大概争议有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就我所知，还有另外两个也有抗议，一个是在那个鲤鱼潭水库的时候，要在湖面铺太阳能板，也有抗议。然后再来是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是在西湖溪的那个什么的堤防上面想要盖太阳能光电板，也被居民抗议啊。我想除了石虎这个东西有没有在山坡地、农地，然后真的生态环境优良很好的地方，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不行做以外，那像水库和那个堤防的确有讨论的空间，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对光电开发这么反感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过去有太多不好的案例产生。比如说我们大概每年大概都会有在可能是光电公司想要在小学里面做一些公益活动，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他们想说要在校园里面做太阳能板每次我看那个盖太阳能板的时候，都会把校园的树砍掉。那我就觉得说，那你没事干嘛把树砍掉，然后造成居民对这个光电板的反感？斗树会中一条能板。然后其次就是还有刚刚影片提到的说，按照道理来讲，你是不是要做的时候，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在地居民先沟通，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做在哪里，然后我们做多少量，要设置在哪里。然后像我们鲤鱼潭水库的那个抗议，刚好就我爸在协助那个，然后我爸就说，他们就是已经动工了，怪手已经在那边挖地了，在地的人才被大家知道，全部都不晓得，问说在哪里，然后要做什么？他们还叫警察去抓他们他们以为是盗采杀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分说，完全真的不能做的和，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进行，可是我觉得有些可以，当你把这个第一个事情混在一起，第二个就是你都没有做好良善的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争议就会不断的发生。好，谢谢其中我们讲到交通一件事情当重要，韩国用体的县城咩当重要，我用我来看哪只蔬菜这样合适。故说讲，我先请教王总经理，你先同我讲下吼，就那个立场来讲，你也得会选哪一种蔬菜来设置一条能光天板？就是近零碳排来讲，再生能源是一个必要的工具。那太阳能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是20世纪一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只要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有洁净能源产生，而且它是简单易懂的。也因为它简单易懂，所以可以大量的推广，所以变成我们的目标第一是太阳光电。那在太阳光电的暗场的选择，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日照。日照就是在以台湾来讲，是以北回归线的这个中心为轴心，大概是这个适合的地方是从苗栗以南，这个地方。那东海岸的话，可能它有下雨量比较大，也比较发电量比较不佳。那以云嘉南3个县市是全台湾日照最好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因为选举的议题，那很多地方政府都对太阳光电的推行有些保留，那对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中间的不同步，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之一。那它可以实施的类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标案，那也感谢政府，因为太阳光电跟土地的取得是息息有关的。那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台湾事实上一个岛国，而且是人口非常的密集，所以太阳光电跟土地的取得是息息相关，那土地的成本就会决定我们太阳光电的成本，那太阳光电的成本一定会
不能跟你说沙漠国家来比，它是大片沙漠来，这是事实。那台湾必须发展这样的东西，必须得做了。对，那以政府标案是第一个最优先，政府会规划好它的馈线跟土地，这相对来说对业者来说相对轻松。对，轻松，对。那这是第一个业者对来讲很轻松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屋顶型，太阳的这个很多大型的工业厂房的屋顶，甚至到农畜社都非常适合做这个开发。不过现在也是因为我们大量的推行的结果，我们现在的屋顶可开发的屋顶已经变得很少了。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之前推行的这个地层下陷区。是。那地层下陷区也是陆陆续续开发，当然是说刚才也施老师提到了说有些开发的困难，也造成这个彰化县的这个一些地层下陷区的开发不顺利。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农渔电共生。现在农渔电的共生应该是政府的主力，也是业者的主力。是。那农电共生才刚刚起步，有待这个政府的大力推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政策的推行的这个所谓的不利耕作区的下一代叫做低地利，那目前还是很多争议。谈起来，要做日头人工天板，唔单枪也个现成的毕业，其实算起来也还是一道。不过呢，看起来当中实际去做的时间，同样都系遇到困难。因这啊当中，当多的问题都要来解决。故所讲，问题我要请教下蔡董理事长，请教一下好。上摆来从节目时间。同人讲到当中有关伊的赛制日头人工天板，业者嘅态度，嘅手压下呢，一件事情还系忙得是说啦。这个人类历史对抗气候变迁就在能源，因为能源占了整个去碳的大概70几个%。那能源里面，我们要把 fossil fuel 这个石化燃料去除，也只有风跟太阳能可以帮我们忙哦，因为其他的水力啊、地热这个都是配菜，主菜还是风跟太阳能。所以我们怎么把风跟太阳能做好是很重要。那我们时间真的很少，要发展光电，台湾也没得选，因为台积电需要绿电。你台积电如果没有绿电的话，面临这个100万的失业，台湾最强的半导体面临生存危机，它必须外移。这影响的可能不是我们简单坐在这边想的，是大家要共同承担的痛苦。这个痛苦远比我们可能个案的环境还严重。当然，我们针对个案，我们还是要一一的去讲。那但是很多个案的方法不一样。那另外第二个，我们也必须面临台湾面临的不是只有农业的问题啊，农村的问题，农村人口流失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还有农村生计发展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里是国发会列出来这个山川渔村的62处红色的部分，这都是典型的风桃追背，就是比较靠海的或比较靠山的。那比较靠海为什么没办法发展？因为土地盐化。那比较靠山的为什么没办法发展？它的地质可能都强酸性的所谓的红壤土。它根本不适合做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地处偏远，没有在6都的周围，它工业发展也有困难，所以造成人口大量流失。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所以蔡董，你举的这些全部都是地方创生要推动的地方。对，都是国发会列出来地方创生，我们应该优先在这里做，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乎的。其实地方在乎不是农业产值啊，地方在乎是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计，还有农业的产值，这个要并重。那怎么样引进低碳经济？我觉得低碳经济再生能源是第一波，好不容易有1公顷可以人家投资5000万，是这个很少有这种产值，在不变更地目之下去投资。那低碳经济如果带动这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我讲坦白，屏东大部分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已经银农共生，大家是很喜欢的，因为我们也照顾地方很多的生态的生计，只要把前提就是我们不要把生态做好。其实目前的反对声浪是越来越小，反对的上系见到见细，不过呢，还是有安尼的情形。我想请教一下，林建宏先生哦，喺采访的过程当中，重点不用提安尼中南部也条设计嘅做公天板的安装，既然喺看到嘅夹到当中嘅冲突点喺乜嘅？啱先讲，我解决问题啊，地方还要控制，安尼唔係就做唔下去嘅。我们国家要在8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去完成欧洲国家20-30年前走的转型路，很辛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提案啦，但是也有可能弯道超车，但也有可能走的跌跌撞撞。我觉得我听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我们原本在这个班级是后段班，我们一下子要把它考进前3名，下一次段考就要考进前3名，其实有可能这是很大的挑战，也有可能把小朋友的身体弄坏掉。
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最基本，刚才主持人放的这一些争议的影片，我会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国家在光电的开发程序上面最重要的就是环评，任何的开发都是一样。过去我们认为说，光电设施它并没有排放污染，没有排放废水，但是它压在土地上面隔绝了太阳之后，它造成了，而且土地夯实了之后，其实对整个环境还有整个管理暗场的管理，我们现在的光电设施50公顷、100公顷都不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是环境影响评估是我们国家现有唯一对大型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包括民众参与，包括公听会，这些程序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个设施？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而且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国家没有把它放进来。为什么这个程序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光电的需求方，它是最后的买家，所以国家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就可以想象我们前一个问题，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这么从后段班一下子跳到前段班，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多冲突必然发生，是必然的。国家也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面对这个现实？要面对这个现实的过程，其实就会不同的系统冲突的面对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两败俱伤，要么就是地方的发展停滞下来。我想也唔系大家想要看到的，当然要希望讲政府的政策用我哋态度，不过也当中用的程度一啲较好的，讲係重点点开始来推通，督导来做。现在也系大家真希望的，按你这样做的态度，政府的目标，也当中大家对光电板的设置还有哪条意见？来看民众的讲法。本来这些东西都是渔民在养啊，那他们现在做光电，我们渔民就少了很多渔文可以养，然后有的养比较少就不能生存了，所以说渔电共生养殖本来就有这个产业了，他过来是抢走他的一半。本来地主租给我们在养的钱比较少，租给太阳能，一甲地变成40几万呐、对不对？租我们才7万、8万、10万，地主一定要到最后肯定大部分都是会租给太阳能，那我们这个产业就慢慢的就少了很多。就以目前的光电开发来讲，其实大部分掠夺的都是一些浅山环境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尤其是像在马头山近期的一个发展下，目前也是有一个55公顷的一个光电的申请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原本它在国土绿网认证中，它已经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一个轴带上，那你把这样的一个栖地再破坏，那等同是你把全部的栖地重新扰动，那个生态环境就会失衡。申请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政单位，它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增加工作人员，例如送件一个案子进台电至少都要2、3个月，那整个进度大大的减缓之外，台电的馈线这个部分是我们业者最大的困扰，在于说常常有地方可以做，问题是没有馈线可以来施工，那等台电施工到这个地段的时候，往往可能要等上几年的时间，这也让地主会有打退堂鼓的那个意识。無論係其他公天業者嘅角度，也係其他地方民眾嘅角度，其實大家個個都有自家嘅想法同意見。總共就係愛推廣呢條人工天，真件冇按改，遇到呢條難題，嚟看現實嘅情形用辦。前對環境面嘅講其實大，現在大家都講，同環境有關嘅事情，有當人就會嚟關心。無論係自家嘅素材，也係大家嘅素材，共同嘅素材，都得大家嚟關心。故作講有關現嘅微數。我想一件事情，係一下前實際大家就會先來反映呢。再過來就係對人嘅經濟影響、對生態影響，也咪係大家喺抗爭當中接受會睇到、看到嘅。再過來就係有關人講嘅社會面嘅問題，無論係現在愛同一個地資本呢條人講天版嘅業者造成嘅租金嘅問題，再過來就係也當中有當到嘅相關嘅人講嘅較唔好嘅弊案等等咧，也都係有機會韓國咩本大家知道講
高气都市发生过位。再过来就是喺行政面的部分，就像家下阳明都方的有公听家长没有讲到，其实政府部门喺处理一件事情的时间，各个素材，韩国各个处理的态度都冇共样，甚至到呢其他到喺送件方面也好，也係講喺生產方面也好，會遇到困難。再過來就係、其實唔用冇共樣嘅素材嘅地，就講係農地，無論係也係講人講嘅水利地等等嘅，其實家嘅鉗制管理單位都冇共樣。故所講，我千萬人來負責。有發布真正尋到個合適的管理單位冇，也其實都係民眾睇前人來聽說嘅時間會遇到動態嘅困難同麻煩。故所講，就先一地嚟看，先針對睇環境呢邊部分，我想講下其中哦。睇苗栗大家都知，人家講睇愛山嘅，之前央行就講到係殺富，是唔講呢殺富已經引起當地人對一個生態保育嘅議題嘅關心嘅。你知道講港天在個假殺富對地方嘅影響係乜嘢呢？我覺得那個重點還問題發生的主因還是在於政府一開始規劃的那個什麼開發就要開發場址或開發順序就要是對的，否則它就會衍生很多問題。就比如說像影響石虎棲地嘛，那對地方的民眾來講，怎麼有這個爭議？因為有新聞出來就是會有爭議，然後漁電共生啊，很多都沒有種魚，然後又把漁民趕走。新聞出來了，報道出來了，所有地方居民對光電的感想又不好，然後砍樹種電，就比如說像校園禿頭，然後還有那個什麼，有一些台糖釋出的土地又要砍樹種電，那你整體的新聞對所有在地方看新聞的民眾來講，他第一個反感就是光電怎麼這麼多問題，觀感就不佳了。對，觀感不佳，然後這時候那個什麼，這時候業者已經進場了他為了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他又很常拿一些錯誤的理論，想要去說服地方居民說你不要反彈我們嘛。就是比如說像剛才董事長講的說，那個什麼，比如說光電是主力其他都是其他發電就是次要的，比如說像地熱，然後還有潮汐發電。可是其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啊，對，其實地熱也是可以作為主力啊。然後再來，他講說農民生計的問題，那我就想請問，那我們在再生能源施法最常施法就是想要效法的兩個國家，一個叫德國，另外一個叫日本，就是我們想要學習的這兩個國家，他們怎麼鼓勵他們的農民回到農村的。然後再來是你說，如果是農電共生案場，那是就是農業部也再三的強調農為主，綠能為輔。然後那在日本的話，他們的制度是我種田就是要種到原本的種植面積或是同批的生產面積的7成。我們的政府有把關7成嗎？一丘某案的事情。對啊，就是說我們剛才也跟杰陽兄討論到說那個什麼示範的那個白蝦池那個。1成都不到。嗰種原來係安尼，就係講其實一紮講法對民眾嚟講，佢就辛苦唔得的。嗰場當中就會產生當到嘅義負同麻煩。安尼大家敢唔怕都接觸係？我講下總幹事，實際睇總法咩安尼嘅情形係？對，我想這邊整理的就是這樣子。其實我覺得光電的問題就是很重要，就是資訊公開跟民眾參與是非常不足的，在政府上面。例如說，在崙尾東的一個潮間帶蓋光電，這是一個生態豐富度比高美濕地，大家都知道假日要去高美濕地去玩，但是這邊的生態比高美濕地還要豐富，但它就這樣蓋了光電。那蓋了光電，政府還扭曲它的真相，說它就是個工業地，但實際上就是個潮間帶。如果依海岸法，這個需要做一個海岸防護的狀況，那甚至還有很多海岸法的法規計劃來介入，但是政府因為要大量的開發，就扭曲了現況的事實。這是我們看到，就是在資訊公開、民眾參與是很欠缺的。那另外我也看到說，以這樣崙尾光電的一個開發案好了，就是它就是一個生態跟一個光電的競合嘛。那我們又跟業者說，你在蓋光電的時候，不要用做浮動式的，漲潮的時候光電浮上來，然後退潮的時候壓在潮間帶，那些生物都死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有更友善環境一點，可以讓它共存？我們把光電把它立起來嘛，不要浮動式的嘛，然後不要面板，每個都緊靠嘛，我們可以鋪讓一點，讓陽光進來，然後維持整個自然潮間帶的生活。
可以共存共荣。当时业者跟我们说，不行啦，这个我花很多成本，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当我们遇到这样子可以解决的时候，政府没办法介入，政府不想介入，他是觉得这是业者自己的事情，他愿意投入就好了。那我们环保团体废话那么多干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以大自然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反而变成是最弱的一环大自然。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竞合。刚刚理事长提到说这个可以为地方创生啊，对，然后带来地方发展，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行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观察到的大城乡这边所谓的地利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光电盖上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面临的失业的问题。因为光电业，我们之前有问台电嘛，台电就说在彰滨工业区的那个盖的光电，他们1年只洗过1次，那这个就外包。好，这个就你看1年提供的就业机会就那么1次。那你说在农地上面，本来一个田地1年也可以2、3收的一个收获，例如种地瓜，一个田就可以5、6个甚至超10几个人来就业。1天就至少1400、1500的收入，那这是至少1年只有30次以上。那是以大城乡这么多田，它可能每天都持续都有收入。可是你盖了光电之后，你1年才那1次收入，而且是少数极少数，怎么会帮地方做创生？就业机会就没有了，这产生所谓的生存的竞合嘛。所以我觉得这没办法为地方创生，甚至会让这个村庄没落下去。这是我看到的。共存共荣，我想也喺大家所希望做到的，只不过要行向共存共荣一条路，真嘅冇咁简单。我先分别请教2位我们光电的业者代表，钟义林请讲吼，请教下就係你一度睇推廣嘅過程當中，拄到嘅溝通含個公開，同大家說明，你一度會怎麼做嘅？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跟地方的沟通来讲，我们有几个，通常我们会做几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第一个事前要沟通，那我们的做法一般来讲都是在事前我们就生根在地方。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案场的规划建制都是20年以上，所以这个永续、共存、共生跟环境跟居民的共存共生是我们一致的目标。所以我们在事前，然后在开发的阶段的沟通，一到完工以后，甚至到对地方的回馈，这我们都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这个是一个永续经济的概念。那也坦白讲，就是说，在整个沟通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常常来讲，舆论，可能也是台湾一个普遍的现象了。舆论的这个导向，我们也发现，在选举期间，很多是泛政治化的，所以也很多这个村民来跟我来问说，那到底要听谁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政治目的的目标，然后去把一些事情，或者是利益的考量，或者政治的目标，所以造成说，到底谁的话可以相信，谁的话不可以相信？那这个东西也是很大的争议，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科学化的沟通的一个平台，理性跟科学。理性科学。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大多数人是不了解光电在做什么的，他们反对的都是从别人听来的，那别人听来的通常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一个利益的导向，不管是政治化的目标，或者是什么样的目标，这个都不讲。那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在讲共生的这个永续上面讲，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跟整个社区共生，因为这是一个20年以上的共生，是，所以不管是对环境的共生，跟居民的我们的创造居民的就业，让他们去参与整个这个产业，尤其太阳光电所居处的环境通常都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因为它土地的成本是主要的考量，跟馈线的取得。那怎么样子让创造地方的经济活络？那我必须很诚实的讲，说太阳光电对环境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开发行为，包括我们叫台积电去建厂，是，那或者是我们今天去开发一个渔温，或者是坦白讲做种植也会对环境有影响。董事长，大家所努力的方向都共用啦，跟人家的其他业在国土来讲，还有哪条素材我们要来发声一下的？大概祁东兄刚才所提的必须提出一些数据可能跟他想的不一样。其实德国发展太阳能已经75G 了那我们台湾现在12G，德国用电量只有台湾的大概多1.1倍它德国1年大概用掉大概5700亿度电，台湾是2亿8千
万度电，没有2800万度电哈，所以大概只有2.2倍哈的增量。但德国目前75G，它有意识到2030年要朝215G 走。台湾到2030年目前的规划也只有大概30到35G，所以我们太阳能发电量是远低于德国。就是如其中兄所讲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环保国家，如果太阳能这种洁净能源对造成环保这么大的污染，那为什么它要发展那么多？而且大家要去想啊，德国的太阳能的照度哦是台湾不到2/3，它一个小时一年大概只有800到900小时，台湾再怎么样北部都有1000到1200的小时，所以这个是见解是不一的啊。那再看日本，日本也有目前做80G 的哈，那日本的地热发展多少？日本的地热其实只有发展几百枚，300-400枚，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主力，而且日本的火山是活火山，台湾并不存在活火山啊。台湾都是修火山，那台湾目前的地热发电其实也不到10枚啊，所以怎么样用地热去撑住台湾的 RE100是不可能的事情。能源是讲究实证，而不是感官自我认知的哈，这个是比例差很多呢。那西理事长所讲的地方创生，其实在日本早有山川渔村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在入法，他们本身也认同再生能源可以推动农村发展。这个已经当然如果做一些我们农村回馈，我们可以来讨论。那欧盟也有绿色政纲，绿色政纲里面列出30几项，里面就很明确列出来，再生能源如果协助农村智慧农业的发展、AI 农业发展，还有带动农村6级产业发展，这个都有条例的哈，我们可以多去参考。大家睇面对呢條呢鋼鐵呢開發嘅時節，個個有無同樣意見同想法，也係當然嘅。不過實際人看咗就係，假人講到呢個農村嘅角色，就係政府部門嘅角色，行做啲同一條業者也好，同民眾也好，聽做條乜嘅事情，我想也係一當中嘅關鍵。我想講下林建宏先生哦，唔睇採訪嘅過程當中，唔加咩講嘅，其實人有當到嘅部分係人做得去做嘅，是唔過也係遇到按到嘅困難。你知道講政府也係角色行做嚟做乜嘅事情？我想。能源轉型哈，或者應對氣候危機，這個是已經大家的共識啦，大家不會有意見的哈。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負責任的一個政策規劃，是說比如說我們上下游做的今年的專題統計，我們到底2025要用多少土地？這些土地在哪裡？我們要付出什麼代價？要盤點出來告訴大家。要盤點出來。我透過所有公開資訊跟政策的資訊，我們查出來是3.6萬公頃，非常大。3.6萬公頃是什麼概念？我們台灣的面積的1%啊，台灣是36000平方公里，是我們國土的1%。這是2025年，我們就要釋出這麼多土地，當然不是每一筆都可能做了哈，但是政府就必須不斷的釋出土地。那永續的目標不是只有再生能源吶，永續的目標還有很多項，聯合國制定有14項。包括農業跟永續跟平等的城鄉發展就是一樣，但是這些城鄉的土地在農漁村部落的這些土地被用掉的時候，這些是國家僅有的綠帶。台灣其實已經是一個過度開發飽和的一個島國啦。其實我們現在用的這些土地，其實剛好是最脆弱、最邊緣的土地。然後我必須講，歐洲的能源轉型是城市跟屋頂先，農地跟生態跟環境是最後的。但我們現在不是，我們現在是國家是。哪裡使用強度不高，我們就先拿出來用。這環境跟農業土地，這個是國家要去把守的公共財，但是國家沒有做到這一點，它是先把它釋出來。所以所有的低地利，就像剛才施總開始講的，這些低地利它是有人在用的，是有農漁民在使用的。對。那我必須說，最後一點，德國的躉購制度是讓所有的民眾、所有的一般的老百姓可以把自家屋頂參與，叫做公民電廠。但是我們現在的不是，我們現在是說，大家就去用2塊半的台電，然後呢，所有綠能的責任交給廠商，交給自由市場，市場去開發，當然是找最大塊、最好做的土地嘛。像當到政策之天都係參考其他國家、其他人嘅世界，要轉到台灣來想，因地制宜一件事情，也就一個插實台灣嘅傳統方式，真係真正對台灣傳統能源政策一定好嘅一個開始。故所講針對人一項政策、一項目標，我繼續推展下去嘅時節，大家還有哪種意見？現在來看樣片。國土計劃法其實已經準備要開始正式上路了。好，那未來我們在設置區的選擇，好，我們就可以用國土計劃的這個分區，好來做挑選。好，就比如說可能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当做这个选址的判断。好，比如说国土保育区哦，或者是海洋资源区是绝对就不能设置的。好，那城乡发展区是全面可以设置。好，那农业区的部分就可以来讨论。好，比如说农1、农2、农3啊，可以就不要设置。那农4、农5是不是要开放？可以来设置。好，那这个才可以在提早可以让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光电设置的目标可以达到这样。如果像光电要设立在农地或者是山坡地，或者是像一些浅山的环境里面，生态检核或环评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农业的开发，或者是你要改成建地，基本上都是要审核许可的。为什么独光电是不行的？而且更何况台湾有很多的屋顶型光电其实并没有做完，所以我是认为并不需要把光电直接就设立在这些农地里面。那你如果没有做生态检核环评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所设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物种或什么样的环境是需要保育的，那你可能就间接破坏了这个地方。屋顶型光电对社区来讲的话，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社区屋顶的漏水问题啊。那这个漏水问题呢，是所有的公寓大厦的屋顶最头痛、最花钱、最难解决的问题。那如果像我们社区来讲的话，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这个上面做高架型的太阳光电以后呢，那下面就不会再有水。那这个水屋顶没有水的话呢，后续就不用再去修屋顶。那这个对社区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处。那第二个呢，就是太阳光电呢。不但是省这个修屋顶的钱，第二个就是它后续20年跟台电签约，你会有一个固定的电费的收入，那这个收入的投报率是非常的好。那像大家加都讲到，针对永义太阳能发电也给人工的6天，其实大家是唔反对的，只不过也当中应用的做，选哪只素材来做，将係大家真正关心，还有有争议的素材。故作讲的按度，三下来天天就会睇到也好目标，而睇到目标过程当中，因为牺牲按度的事情，故作讲，含做这做到哪一条部分，来看，迄讲呢，按三来继续来做，也个光电发展的方向。人家就当然要好好来做到人家讲到的，按用来先做规划，哪条素材合适，哪条素材唔合适，先做一个判证同规划。再过来就是按有法度提建制一个智慧天庙，无论係提三期的部分，也係講按提七格嘅布卡嘅部分，提供民眾用天的一個概念，按嚟呢真正推廣提米家米屋嘅時節，係咪就唔是用按法的素材來做光天版嘅？再過來就係有關沙來推廣嘅素材，韓國相關嘅設備，我用嘅增加起來，我想也係一下大家可以普普來做到嘅。只不過再個看準現實嘅情形，大家睇推廣呢條能光天版嘅時節，同我都就講我實睇佢冇使用嘅天橋巷、農地巷，而係不利耕種，也係講而家冇法度使用嘅，佢真正冇法度做其他選擇嘅。大家來賓都講到，有法度做提負擔項目，做提負擔項除提人家講到嘅也係台灣嘅法規嘅規範以外呢，有哪條嘅限制？我想先實際來談看啊，光電業者講法。我想先請教一下總經理哦。雖然我們設計問題上是想要請你講別的部分，但是我更想要請你告訴我們的是，在做屋頂型光電設置的時候，大家都很希望，可是它到底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點，讓你們沒有辦法，或者說讓業者其實會評估還是往平地？其實以業者來講，對開發屋頂型，我們是非常樂見的，只是說現在目前來講越來越困難，除了是新設置的屋頂，那另外一個大家不要忘記，屋頂通常的設置都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也會有一些相對的陳抗的一些居民的觀感的問題。那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台北整個台灣的這個人口的密集程度主要的房屋的建制還是以北區為主，北區是日照比較差的。坦白講，以我們的投資的角度來講，假設我在台北市做一個大型的屋頂來講，它可能發電的效益跟我的投資成本的回饋的比例是達不到一個合理的水平的。那對於接下來的發展，業者還有什麼樣子的？不論是苦水要吐好，還是說你們接下來還會往哪個方向繼續去朝着你們的目標來做？其實剛才吉陽兄講的蠻好的，我後來也剛才也忽然就他就講到一個議題，就是
我们要推展一个是适合台湾、为台湾而专门量身定做的一个能源政策。那我觉得这个能源政策有牵扯到几个面向。其实，身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第一个面向，我觉得可能大家往往没有去讨论是国家的安全。能源的自主在国家的生存未来是很必要的，而且我们面临有强大的威胁在，就是很临近。这个能源自主不能靠石化能源或进口的能源，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第二个是经济的层面，那经济的层面来讲，我们现在 RE100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台湾主要以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导向，他们需要的绿电是远大于我们现在可以供给的，这是未来国家必须要生存的条件。好，第三个我们就谈到社会的层面，社会的观感怎么样去沟通跟这个教育。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的层面，怎么样跟它共生？那像有一个佮家讲到的标签化这件事情，无论係业者的部分，也講提地方民众，甚至係環保團體的部分，都有機會本意標籤化。嗰所講，我想請教一下總幹事，要到其他地方方，針對要到廣電業者的開發提出暗度的意見，你們就不怕被標籤化嗎？我們為大自然發聲，為如果是地主願意來給業者來蓋光電的時候，其實我們環保團體是很難有立場進去講的啦。當然，剛剛業者提到說，現在工廠好像沒有什麼屋頂可以蓋，但其實我們彰化有11處的工業區，但是我自己看啦，大概可能不到有蓋的可能不到1/5啦，工廠上面的屋頂。那其實彰化是很大的工廠，我覺得你們應該在努力，不要再往那些大自然啊、農地去踐踏這些土地啦。那另外我們自己看到，在像彰化有一些新設的光電案場，下面是先鋪設了所謂的廢棄物，鋪完之後蓋蓄設，然後上面蓋光電，這是我們也看到，但是看不到政府來介入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亂象，不只是說後續的光電的廢棄物，而是現在還正在蓋，就是已經買了一大堆廢棄物進去，上面再蓋光電。那另外一個我也想說，這個電廠不是20年而已，它這個電廠是永久性的電廠，蓋下去雖然講嘴巴講20年，但其實是長久，它這個電廠，它土地也變更了，所以我們對這個土地來看，不是看20年，而是這個土地蓋下去之後是長久下來未來的狀況。那我自己在看說，在光電部分，我們也看到說，現在業者的開發都很普遍，是就是一整片啊，然後就是對着太陽，就那某個角度。但我們看到有提高很多的效率的，包含追日型的，甚至光電寶雙效的、雙面的，甚至樓層式的很多方式的。但是我們看不到我們這個業者的努力是提高更大的效率，我們減少土地的使用這個方式。那我又看到光電其實是非常佔面積的，像以通宵電廠來看，通宵電廠1到6號機組佔地面積43公頃，是它的發電效率就簡單講就是燃氣電廠大概開發面積1公頃可以產生的電力87 МW， 但是我們現在光電是1公頃只生產1 МW， 差了87倍，是就是這個效率很差，但是業者的那個光電的部分效率也很差，就是我們自己看到，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元提高這個效率的，不要那麼快速的破壞。台港空人們用的周章策會，請教一下理事長，我們這邊業者一定有很多的千言萬語想要說的。我想那個吉榮兄剛才講了1%哦，應該也是40%。那這1%對台灣的農地，以目前我們休耕農地是20萬公頃啊，那有正在耕作農地只有49萬公頃，我們大概有7、8萬公頃是長期休耕的。有大概20萬公頃就1耕1休或1耕1休1轉做的，那這個都在領補助了哈。那真正產值其實很低啦，農業已經喪失了經濟性。那台灣怎麼從這個20幾萬公頃去盤一些1%的3.6萬公頃，其實不難啦哈，這個不難。如果又能夠用這個1%的農地換取未來因為氣候變遷造成農業損失2位數是甚達20%的損失，那這個是一個好生意啊，這個是要做的事情。因為畢竟氣候變遷不僅是對人類有災害，對農糧食品的生產更有災害，所以這個怎麼去盤，只是定位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我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哈。我們覺得努力來配合環保團體來盤出大家適用地。那我剛才所提的這些農發會已經規劃一些土地。另外一點我必須強調了，其實再生能源並沒有不做環評哦，這個事情環評跟環境敏感分析是兩回事。因為再生能源是低利率開發，全世界也很少用再生能源做嚴格環評，因為它並沒有大型改變地形地貌。這些樁拔掉以後20年，農地是可以用的，這在國際上也都是這樣做。
环境敏感分析有总共30几项，会了10几个部门，我们要做1、2个月的环境敏感分析查询，这都是没有第1项、第2项有些可以检讨，我们才可以送案子。所以并不是业者，大家误以为业者都没有做环境敏感分析。当然，我们讲的实务跟所谓潮间带，这个如果去纳入这个个案，怎么来做社会检核的补偿？我觉得大型开发业者是必须做，我们也朝向这方面在努力，也大部分都有在做这方面沟通。也就是讲，其实公听业者同民间大家上的走道的部分看起来还是2条平行线，有没有办法有交集？我想请教一下林家阳先生哦，你在这采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安斗为受采有案的有恩宠，刚刚业者们施出审议，他们也提出诚意，我们可以公开沟通还有协调，可是这件事情怎么样交汇在一起呢？2050年的目标，好，我刚才理事长也有提到，那到底我们到底用多少土地？现在国发会提出的一个数字是大概4万到8万公顷，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现在是1%，2050的时候至少是3%，可能是3%，接近3%。这3%土地，因为光电就是一个很实在，多少土地发多少电，那个大概不会跑太离谱。但是这些责任应该要谁负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洁净能源，它也有它公正转型的义务了，哦，不能让这个转型的责任让少数的地方来负担，哦，因为我在我的报道过程里面有看到太多乡村、农渔村被光电包围之后，其实它是人走得更快，因为它可以发展的产业土地就是这么多，那让能源业用更高的租金去跟农业竞争土地的使用，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合理的事情。任何的国际化学者都应该不会同意这个事情，所以才不会有去年有将近100位规划的学者出来讲话。因为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标准去定低地利？那国家用什么标准去释出？其实你不能为了一个单一目标去释出整个，因为营养均衡，这个国家也需要营养均衡啊。这个国家各部会都要发展它的该尽的责任。但是今天能源不是农业部的责任，是各个部门。但是农业法规没有一条要农业部释出土地，农业部的法规是《农发条例》第10条是要求农业部把守整个农业环境的完整性。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啊，现在几乎是能源指导各个部会去配合啊。那这个是很可惜的。全民参与一件事情，其实正经来讲，社会普遍接受韩国了解，今天的公天办，今天的公天的发天，一件事情将由法度来做到。不过在过程当中，按都会困难，其中我可以请你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看起来这些争议，我们下一步民众的方面能怎么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让光电能够好好发展的话，我坦白来讲，还是得要从头开始来。就像我讲的，规划一定是第一步。你开发，你要从什么样的开发顺序来用？像刚才施月英总干事和业者对彰滨工业区的屋顶大概有多少？他们讲的完全不一样嘛。可是实际上图资都有。你去套叠图示就知道上面有没有。我坦白来讲，我比较支持施月英总干事的嘛，因为很多屋顶都不能盖，因为对大佬是有现行法规的规定啊。不是的啊，对光电厂商增资现金捐多少，那些中小企业厂商增资现金捐多少，一定捐多少的才是捐越多的钱才是人民的头家嘛。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要讨论到，所以就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能源转型变成真的是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很诚实面对问题。我简单来讲，屋顶就是有很大的面积啦。你回去看那个什么非都土地和都市土地的那个什么甲乙丙丁建地，大概我记得几十万公顷跑不掉啦，大概一定是30万公顷以上。然后农地非农用，农委会农业部自己的网站的统计，农地非农用就是那种违章工厂啊，或者是小木屋啊，或别墅，大概是10万公顷。啊，你说那个什么2050年再生能源的那个什么面积在哪里？啊，面积就在那里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把它？对啊，只是政府一直假装屋顶有问题啦，那个违建我拆不掉啦，然后那个什么违章工厂厂主每个都是我们金主啦，我们也拆不掉啦。啊，那个台积电他们不愿意盖，台积电是那个台湾的护国神山，我们不能进入他的厂区。我们不，他不想盖，我们也不要逼他。就是说，政府的规划就是这样嘛。
明明就开发顺序就很明确，土地也很明确。今日讲到按照有关日头能光电板的发展议论啊，从到一个年头来看。我去讲亚红政策是好的，不过强顺强用一件事情，大家要来思考，韩国tìm出真正合适的素材，针对其他素材来推动合适地方好的日头能光电发展，真系对人哋地方好，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不过一件事情，我睇等大家全面来参与，安尼才有机会真正的完成一个目标。以上就系今日全民台飞的节目讨论，什么详细的情况，按自己。